第三课，但以理的智慧，如何在职场中坚守信仰与品格呢？想象一下，你在公司工作多年，兢兢业业，深受主管信任，甚至可能被提拔。然而有一天，你的同事们开始对你怀有敌意，他们并不是因为你的能力不够，而是因为你坚持诚实，不参与办公室的勾心斗角，甚至在午餐时阅读圣经或为同事祷告，最终他们想方设法要除掉你。这不是电影情节，而是真实发生在但以理书中的故事。今天我们要从但以理的经历来学习，当我们在职场上面对敌意与不公平时，如何坚守信仰与品格。一、但以理面对敌意与陷害。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，为要控告他，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，因他忠心办事，毫无错误过失。那些人便说，我们要找控告这但以理的把柄，除非在他神的律法中找不着。但以理书6章4到5节。但以理在异教王国里做官，他的才干和忠诚使他备受赏识，然而这却引来同僚的嫉妒，他们联合起来企图陷害他，但他们遍寻但以理的错误，却找不到任何把柄，唯有从他的信仰下手。志伟在公司里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，他不会参与夸大业绩的谎言，也不会附和主管的不正当要求。有一天，公司内部进行考核，主管考虑提拔他，这让一些同事感到不满，他们开始在主管面前挑拨是非，甚至捏造一些证据，试图让志伟丢掉升迁机会。当我们的诚实与正直成为别人攻击的理由时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二、在不公义的环境中保持专业与忠心。但以理没有因为困难而妥协，他仍然保持对神的忠诚，并且没有让自己的专业能力打折扣。他没有为了讨好人而违背自己的原则，而是凭着信心稳健地持续做好本分。但以理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，仍然进自己家里，一日3次，双膝跪在他神面前祷告感谢，与素常一样。但以理书6章10节。淑敏在职场上一直兢兢业业，但有一次公司要求所有员工美化报表，以获取更好的业绩奖金。淑敏知道这是违背诚信的行为，她挣扎了很久，最后选择忠于自己的信仰，诚实地向主管报告数据。起初她遭到主管的冷落，甚至有被解雇的风险。然而几个月后，公司被外部审计，其他参与造假的同事都被处分，而他却因为诚信被提拔为新部门的主管。当我们选择正直，神会为我们开路。三、何时该忍耐，何时该采取行动。我们应该像但以理一样，凭信心持守正道，但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消极忍耐呢？事实上，智慧的信仰生活也包含了明辨何时该行动。
你们中间谁是有智慧有见识的呢？他就当在智慧的温柔上显出他的善行。雅各书3章13节。永强的主管一直偏袒某些员工，对他则是不公平对待，甚至让他承担不属于他的错误。他一开始选择忍耐，并在祷告中求神指引，但当他发现情况越来越严重，影响到他的专业能力发展时，他决定采取行动。他整理了自己过去的工作记录，向更高层主管合理地表达自己的处境。最后，他获得了公正的待遇，甚至被调往一个更合适的部门。这提醒我们，信仰并不是要我们一昧的忍让，而是要有智慧的行动，在对的时间、对的方式寻求改变。结语：但以理的智慧应用在职场，忠于信仰，即使面对不公，也不违背良心，保持专业，不让环境影响我们的工作态度与本质。寻求神的智慧，分辨何时忍耐，何时采取行动。在职场上，挑战与压力无法避免，但但以理的故事告诉我们，只要凭信心坚持正直，神必定会在最好的时刻为我们预备出路。